这个毕竟是强强对决嘛，对吧？所以说新颖跟叶枫啊，其实他俩，我不知道他俩现在的这个感情怎么样。反正我记得反正我们是曾经是一起去过那个山东周远，然后关系不错啊，关系不错。但是这个我就有点微蒙圈了啊，我不太理解，就是说到底怎么个情况？就新颖跟这个叶枫啊，他俩，现在是不是还挺？因为毕竟都是沈阳人嘛，对吧？这沈阳的你们就懂的，对不对？对不对啊？好，落地一个抓，一手魁三。他俩老在一起打麻将，那就是关系好啊。但是呢，毕竟叶枫今天晚上首战啊，反正这是一个组队赛，那冠军你懂的，1万。冠军是24000，那24000他怎么分呢？4个人啊，一人6000，一人6000的话，这个捡着了啊！感觉那个灰组的人都乐了，灰组的人说：“我操，抱大腿啊！”24000，然后是税前的那个收入，打2天，净赚6000，是不是要交一些保护费？比如说一个人拿出1000块钱来跟灰说：“灰你辛苦了，是吗？”难道要这个样子吗？啊！好，可以看到一上来啊，这个叶枫好像有点蒙圈，直接被人2手8神打晕了。这是一场非常公平的抢七的比赛啊！您可以把它当成一个非常公平的抢七的比赛。但是呢，新颖呢这手8神确实给叶枫打的有点够呛啊，很难受啊。那这个比赛大概我感觉应该是要打挺久的啊。反正呢，一会儿那组比赛有点难受啊。那组比赛的话，大概是没多少啊。那组比赛的话，应该是叶枫跟何时的 AB 组打。这组呢是最后一场比赛，他俩的抢七的话，最快7-0，但是不可能，对吧？我不相信新颖这么牛逼，但是我会发现好像他现在好屌的样子啊。一上来把叶枫先给灌了，然后呢，千鹤这一局又是非常牛逼的把对方，对吧？打成这个样子。怎么说？一个崩，一人拿出500来请我狼大宝剑，我狼有那个实力吗？想当年2012年的时候，那有可能。现在就微面啊，现在基本上都是拿20块钱给我去吃牛杂碎啊，知道吧？我操，这也太厉害了！不是啊，为什么打老 K 的时候不带新颖啊？这新颖这么厉害的吗？是我记错动画片了还是咋的？不是，这好厉害的。而且他有一手7加射，看样也是这个练的也非常准，我感觉他现在有这个效果的啊。好，感谢我们的迪卡普里皮大脸赠送我狼了1张半卡。我操，这是我感觉吴志辉都打不过他，我操，这太猛了，1v3，这可是千鹤1v3，这玩意这么赖的吗？我这真是，我感觉有点看懵了啊，确实有点看懵了。有点赖，确实有点赖啊。好，不是我暗示什么，兄弟，没有暗示。哎，你们可能真不知道，在拳皇圈里面，我跟新颖小孩关系不可能，不是大家伙好像。第一，我不知道你们说的什么事儿啊。第二，我跟新颖小孩线下见过90多次面，他的技术我是告诉你，我是知道的啊，绝对是好的，没有什么那些说法的，绝对是有技术。但是呢，长时间不看他打，我是没想到他这么厉害的啊，真事儿的啊！因为我跟新颖是唯一我单独请拳皇高手，然后到我现实朋友的局，就是我现实朋友在当时的在那个上海的那个桃浦，一个叫桃浦的地方啊，就是挺偏的。然后我朋友在那儿，我专门带着他去参加我私人的聚会，你说我俩这个关系还能不好吗？对不对？没有不可能黑，但他曾经线下拿到过冠军，兄弟们啊，技术实力绝对是有，但是我没想到真的这么厉害。好，一个下扣，反升龙一个快，这是要3-0的节奏啊！这么干下去，感觉啥也不是啊，对不对？对啊，我之前是在上海那个地方，好像是
在什么那个宝山和哪交界处啊，有一个就号称叫桃浦，但是没有实际上那个名儿。感觉这个上海全都叫什么浦，一个叫浦东啊，浦东里面还有细分，有什么周浦，那边还有个什么青浦啊、杨浦啊，就跟浦干上了啊。好，看看超级玛丽能不能翻盘。现在这个玛丽啊，我跟你讲啊，新颖曾经也是用巴赫玛来当主力的，所以说我不知道你们懂不懂我说的这个意思啊。好，看看战臂一劈，远距离下盘2点，直接摸死啊。好像就是那个对，就是那个宝山跟普陀，我们那边是有，他那有个物流园，我现实小伙伴呢是在那儿当经理，然后我带着他参加我们的聚会嘛，我们的聚会挺 low 的，那个时候这兜里都穷啊，你那个时候别说兜里，那时候河池都穷，你别说谁了啊。然后当时参加我们那个聚会也是咔喝啤酒的局，然后他好像是也喝的，他确实不行，他招叶枫差点，叶枫别能喝啊。落地一个抓，好，3比0。尽管这一局叶枫是有翻盘的局面，但是这一手，七家社啊，确实也给打懵了。叶枫是比较害怕七家社的，曾经也是我记得在线下比赛险些让王庄在前期的淘汰赛当中被王庄之力一下搞定啊，这都是心里的痛。如果说新颖把叶枫打败了，这个他妈的叫拳皇97叶枫杯组队赛，叶枫上来被人干输了，那脑瓜嗡嗡的啊！好，我们看看现在怎么说，战臂一个抓有晕点，直接打晕，随便啊。现在3比0的比分，但是啊，没声音了是吗？刚才啊 ，sorry， 这个声音不小心啊，我刚按了一些空格啊，不小心啊，对不起 ，sorry， 按了一些空格，声音没了啊，不是麦坏了，他刚才我按了一下那个空格，然后嘚儿，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对不对啊？一会儿啊，兄弟们别着急，说新颖开没开挂，我不知道什么梗，我刚回来的啊。据我理解，新颖小孩应该不会开挂。第一，人家有手法，人不是没有手法啊。我再说一遍啊，但是可能在大浪淘沙的过程当中啊，被这几个神呢，被几个啊什么老 K 灰啊什么的，确实是有点他也不是天赋不够，因为人也确实获得过冠军的，人也是堂堂正正阶级战胜过胡志辉和叶枫，对吧？虽然说是很多年以前，但是你这个事儿吧，咱就不多说了啊。这个我是包括我跟新颖小孩关系也还不错，但是他跟其他人的恩恩怨怨我也不知道。什么我听说以前有个什么95大军刺啊，什么的啊。何时欠我5块钱那个地铁费这个事儿，我告诉你，他肯定是忘了。咱不是特意黑人，这玩意儿其实吧，这都有。但是这个事儿我记得很清楚，我告诉你啊，不扯了啊，不认就算了，咱情商高一点啊，咱不扯自己的事儿啊，咱就说别人。新小孩刚才那个就说这个前女友这个事儿啊，他没有前女友，明白吗？人哪个拳皇高手都有个前女友，他没有啊。好，可以看到，别闹了。我操！这叶枫被打的，叶枫被打的懵了啊，都对不对？新颖小孩，我以前做他的视频的时候，不都叫百变小王子吗？很屌的啊，就什么都会玩。你看他现在这个角色也挺有意思，但是他的缺点是什么呢？就是开局不能崩盘。千鹤这个人嘛，容易崩，你知道吗？啊。哎，看没看见？你说叶枫是乱打的，他可不是乱打的啊！看没看见？你选择上千鹤，我也千鹤首发，
叶枫被打的有点懵了，被打懵了，他觉得自己的这个马力对七家社无法反制，所以说他选择用千鹤首发跟你对拼，然后用八神首尾打你七家社。这么一看的话呢，不是叶枫搞事情啊，是叶枫真的前4局输的有点难受了，确实是难受了啊！这是4连啊，兄弟们啊！好，看看。为什么要叫叶枫杯？应该就是，叶枫那边的老板掏钱吧。然后他如果拿钱的话，估计他这一下拿出了6万块钱，左右吧。2万4是冠军，然后1万几是亚军。当然呢是平分啊，就是，应该队长不会多拿吧？队长虽然说是7个币对燃5个币，但我感觉应该是平分的啊，就是说。一人就是1/4，每个人拿1/4，也没有什么 MVP 的这个奖励啊，我听说。好了，4-0之后呢，叶枫呢是选择了一手千鹤来打空，这个1v3呢也不得不证明啊，就叶枫的千纸鹤呢也是蛮强的啊，对吧？你有千鹤首发，你以为我就不会吗？千鹤来打这个七家社啊，看起来好像还好，七家社也是在，如果七家社没有气的话，也确实是没有办法，对不对？第4名都40飞，1人10飞。参加这个比赛就是有钱拿的，好吧？这个就是福利组织啊。想当年，我记得这帮高手来参加一场比赛，冠军只有1000块钱啊，就是那是大型比赛，1个月能举办1次，不错了。我操！后来冠军2000的比赛都杀疯了，知道吗？直接就爆炸了啊！不跟你扯这意思啊。不是，你们不要误会那个评分的意思。我说的评分是他夺得冠军了之后，他队员评分啊。你们一天天老带节奏呢，整到好像我跟我带节奏一样啊，对吧？我跟你们是真的有点累啊，你们一天天把我带沟里去了啊！出去不要说是我们这样，咱们出去的时候啊，挂上小狼粉丝这个前面那个叫什么左次郎的时候呢，一定要控制，把这个左次郎啊亮出来，然后那个说话的时候文明一点，好吧？别搁这儿一会儿又卤蛋，一会儿又鼠头人的，能不能安静一会儿啊？给我狼留点面子，我狼以后还得在这行里混呢，对不对？要挂个左次郎，对吧？然后对你们可以来骂我吗？你们可以来损我吗？来，你说，你看我长得像啥？你损我吗？是不是？啊，好，可以看到这一局残血磨死了啊！他不闪身也不行，他不闪身跳重手切重手葵花了事，直接就死。打受伤僵直是没有任何能力能够闪身的啊！好，百合哲正身位，感觉叶枫这一局8神能不能对攻？完了，这就废了，要破防！哎，一会儿再破防就我告诉你，不要破防，你为什么要？感觉好像新颖的这个路子不对啊，他这路子啊。好的，又一手魁3，忍一手切防，回身一崩，远距离偷下盘。空中一抢，再往前一拍，刚过来一点，小葵花往前再找，好的一个好抓正手接必杀，5比1的比分。不是你们告诉我，叶枫不是说现在叶枫的地位不是仅次于吴志辉的男人吗？感觉这一场抢七比赛给他打的真的啊，就是有点像，就是叶枫一出场就像那个新少林五祖里面那个陈近南一样啊，手里拿着一个巨血剑，可以削铁如泥，然后背景音乐都非常非常帅，什么铁血少年团啥的，然后结果嗝儿了，对吧？结果就这样啊。好，当然呢啊，不到最后一刻啊，永远不知道发生什么。这个游戏就是这么神奇。比如说这一局的话，新颖的千鹤白给，有可能会被叶枫直接灌顶，因为你这个排人，你看你就算有一颗气，这个8神没有啊，没有气的8神一开局被千鹤崩进角落，只有一个字儿，完了废了。好的，这个升龙发的非常果断啊，非常非常的果断。后跳，往前一拉，下盘起手，远距离一个爆气，好的抓过来，新颖被我一口毒奶救活啊，反回身一崩，往前再拉。好像这个千鹤跳不起来，非常漂亮，压制的很完美啊！
跳 CD 2点，底盘助词，逆向回身。啊，不敢出升龙了，还是发一手小波。好的，跳跃一卡，闪身过来一个抓，可是叶枫的反应速度很快。首先距离控制的非常完美，想要抓的话啊，如果那个是大猪的话啊，就能抓。但是呢，八神的抓实在是太近了。对啊，八神、红丸还有龙二啊，都是指令头非常近的男人啊，这不好抓。我们看七亚社这一局，他如果想要打反3的话，我们看七亚社得有气儿。面对千鹤呢，尽量的少费点血。我们看托马斯被蹬一腿，又是一个1v3局。这个看得出来，兄弟们啊，新颖呢，就是说他的千鹤如果一旦送给叶枫了，那么最终的结局就是送给叶枫了，白玩啊！你看了叶枫赢的这2局，尽管他输了5局，但是他这2局全都是千鹤1v3。变换了节奏之后呢，发现新颖好像多多少少有点难受了。我们看看，开局打不好，要饭要到老。这局看看怎么说，蹭好了之后，远距离往外一拉，下扣。都没有气的时候呢，千鹤这是最讨厌的啊！一旦节奏被对方牵着鼻子跑，确实不好打。好的，再对杀。这么对的话呢，新颖其实不亏，因为对血的话就小事儿，漂亮！哎，他应该不接底盘助词，漂亮！远距离下重手一勾接重手助词，不死再跟上一个下扣。而这一局可以看到2颗气，叶枫难受了啊！这局叶枫难受了。好，腿把一根，空防下重手，往前一拉。好的，下扣腿把一根。这点血怎么说啊？连续的点战臂爆抓之后，升龙落地，鬼步过来想地头。这一招是连招，但是由于地头呢是可以被拆头的。他如果刚才有玫瑰的话，是可以鬼步过去借玫瑰，但是没办法啊。当然最后还是死了。我们看这一局，玛丽呢是按理说比较克制，不是八神是比较克制玛丽的，但是玛丽呢八神没有气，有点难。我们看看，好的，用葵花代步，跳 C 接爆抓，角落压制。往前一跟，回手爆气要吸尘，这个升龙打得好准。我们看看，但是呢还是相杀，逆向回身，重手一挠，前跳 C， 再小一打，有抓的这个机会啊，就没什么好说的了。重手一挠，再跟波，好的，空中一抢，落地一抓，重手接钉，完了。这样的话，看看啊。叶枫呢，虽然说也是变换了自己的出场阵营，那他八神上场也是没有气儿的。在没有气儿的情况下，还是看那个出场怎么打。你看，开局打进攻，现在新颖拉开防守的阵营，两个人空中一抢，跳 C 一掏，空中再抢。抢空方面上呢，现在叶枫占据优势，不过新颖呢还是一个残血八神。这种八神最恐怖的就是一旦给他一个机会啊，具有非常强的治愈能力。但是落地被一口毒奶，下清手气葵花30带走，留没留气？好的，留了1颗。这样的话呢，不算平打，八神的血量稍微少一点。当然，七亚社打八神并不是特别难打啊。我们看看，都是一人1颗气互相跟。怎么说？闪身过来一个抓，这是一个死亡角落。叶枫现在最害怕的就是这个事儿，骗闪身。好的，普通头没拆，跳 C 左右站 A， 连续的摸。到目前为止，八神没有什么好的机会，忍一手，马上又长出1颗气。好的，蹬一腿过来，空中一抢落地，逆向回身一抓，有晕点，漂亮！就是这个前倾手，如果不加前倾手的话，他就不会晕。一个逆天翻盘啊！这手翻盘确实给仙影打的有点难受了，什么完了？这太他妈难受了啊！好，看看，往外打，下盘，助词一个扣，再往前一跟，好，腿腕一跟，往前连续的往前蹭啊，布阵过来一下，往前一点，感觉现在心眼难受了啊，那个翻盘实在是太难受了。但是说那他就。就是说叶枫那么稳吗？哎，关键时刻啊，就是基本功，你把基本功练好，关键时刻给过来重手前倾手直接跟葵花3是带晕，不加前倾手就是晕不了，就是赖啊。
前跳 C 闪身一个抓，好的。叶枫这一局不好说呀，千鹤建立的优势，下臂再往前拉，一个波要破防，好的，这随便玩了啊，破防了啊，没有气儿，你防空。很多人说那为什么他起身不敢摇升龙呢？他是安全压制，兄弟们啊，这个八神跳 C 是安全压制，你升龙八神就可以防住，你不升龙他就跳 C 打你防御状态，然后正手葵花你直接破防，没办法啊，这个有的时候游戏这么玩的你会觉得好没意思，就相当于什么呢？就咱们玩那个王者荣耀知道吧？就像今天一样啊，对吧？像昨天一样是吧？我拿那个王昭君。是吧？人家那个复活甲刚准备复活，就等着复活呢。我往他脚底下放一个2技能，是吧？那起身就被冻了，你怎么办？你一点招没有啊！一个2技能再跟一个大招，跳都跳不出去啊！这个就是卡着你干啊，你没招了。我们看5比3之后，叶枫这一局还是一个8神的翻盘局面。这一局怎么说啊？跳地接抓，滚过来重手接魁3，2点约1点半约。好的，反崩阴点消失。现在。抓过来正手接兵啊！不接兵的话，你可不要后悔啊！为了节省那一颗气，你看，为了节省一颗气啊，就有危险。万一这个8神抓住了一个机会，他可不考虑的，对吧？掏刀前跳，忍一手，下臂，这点血，你看一个波，现在气儿留3颗，气压射也不慌的，一个刚，逆向回身，就这一颗气儿，你看。就省，就省。你看，好，一颗气儿酿造的血啊，满满的一管血，被折磨成这个逼样，我是真服了。就大家伙儿知道吗？省着一个窟窿等着，就你懂这个意思就好了啊。好，下射空中再抢，这一丝血啊，只要抓一个抓就结束，但是有点太固执了啊，星星小孩有点固执了，一个崩。现在8神有一个致命的机会，就是他有气儿，对，就得爆气了，不爆气留着干嘛呢？踢一腿，落地一个抓，重手抓过来，重手接钉，我操！星星小孩脸都绿了，星星小孩脸都绿了啊！这个。本身比赛都已经快结束了，这2手翻盘，星星小孩脸都绿了，真是啊！他现在我感觉星星小孩现在就是摇杆都得砸90多次，就手怎么这么黏呢？手啊，真是啊，这真就是一身苦胆啊！骗闪身，下轻手要接布阵的啊！星星小孩的反应速度有点慢啊。刚才如果要是河池下轻手，直接跟上一手布阵，速度非常快。好，下手助词一个飞打中前，后能量闪身，谁也不敢先顶门一针的啊！最后崩死，这是最稳的啊，这是最稳的。好，看看。前跳地点战臂过来，好，再来跳 C 一根，哇，这个下扣直接猜到了啊！这个反蹬有点着急。其实我感觉啊，千鹤呢还是有点，就是他残血，他准备孤注一掷，他有这个想法。但是我们看看现在8神怎么说，前跳 C 掏裆小葵，忍一手，一旦让8神长出一个气啊，这个好的鬼不过来，重手接小葵3，起身发波压制，不敢跳，不敢出葵花。你看他刚才那个跳 C 重手，为什么不敢出葵花？一旦出葵花，对方能量闪身啊，蓄力搓地板，还有机会翻盘。所以说他跳 C 接重手，就完事儿，千万不要装逼啊，想把对方磨死。掏裆，连续的3局啊，兄弟们，连续的3局都是这个样子了啊，连续的翻盘，翻盘王中王，你比谁最强啊？好，空防一点，前一个掏，跳 C 里卡空，前跳 C 重手一个小葵花3式往前一打，
下 B 站，哎，反身位一摸，这局叶枫如果翻盘了，那真的是，哎，真的是有点太打人脸了。总体来讲呢，我觉得吧，翻盘确实是叶枫心理素质好，但是不得不承认啊，今天新颖确实给叶枫打懵了。不仅仅说是这个比分看起来很接近啊，现在才6比4，但是事实上你会发现那几次翻盘，严格来讲有一定的什么成分在里面呢？就是星星小孩吧，太过于装逼了。星星小孩这人性格吧，有点怎么说呢？他也是嘚瑟的心理。你看这个在千鹤上的对拼，星影上他有的时候吧，很容易被对方直接灌死，但有的时候你看，他也把叶枫打得很难受。这个就是最早年间我跟你们讲，星星小孩他的实力为什么说能够在线下比赛战胜当年最牛逼的吴志辉啊？当年老 K 可能还没有吴志辉厉害的时候，对吧？当然现在也是吴志辉厉害啊，但当年星影就夺冠了，然后再加上这个叶枫也输给他过。啊，后几年确实不行了啊！这个咱该说不说，星星小孩现在这个实力，我感觉，如果他今天把叶枫赢了，你看完了，哎，如果他这一局把叶枫赢了，7比4，没什么好说的。这还包括2局非常不可思议的翻盘。如果说啊，对吧？那你们贴吧见吧啊！那星星小孩绝对牛逼了啊！好，直接给干掉了啊！这样的话，新颖新颖立住了，兄弟们啊！新颖立住了！哎，有人说什么？哎 ，D 组最弱，我他妈的让你们弱！我新颖小孩就是不服你，好吧 ？D 组对 A 组，新颖组完胜啊！真牛逼！什么叶枫？哎，这不是关键，这个拳皇97叶枫杯啊，这拳皇97叶枫杯，我是真的醉了啊！